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一个正版恐龙快打美版的游戏啊。这里很多人说啊，为什么要说正版啊？因为好多的改版啊，咱们就不多解释了啊。很多大神呢已经不满于啊这个挑战这个原先的这个原版啊，都是一些变态版什么的啊。但今天不一样，咱们今天虽然说是原版，而且之前呢我狼也是解说过啊，很多大神玩这个玩法，但这是咱们2024年全新的玩法啊。那今天呢先做一个白人，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角色啊，也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之一。但是这个玩法要跟大家伙解释一下，这个玩法呢就是传说中的五进玩法。这个五进玩法，很多人说能进啥？首先啊，它不进跑，对吧？可以前A。然后呢，它是不能跳，不能血杀，不能吃血，不能用武器，不能捡道具。啊，这么一个情况。然后呢，咱们开局呢是30暴击的玩法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开局呢，咱们要等它那个序幕，然后剧情介绍，循环一圈之后啊，重新再出那个绿蒙子，也就是说那个投币界面啊，绿蒙的界面。这时候呢，你再投币，然后呢，你就是默认的30暴击啊，这是游戏自带的。但是30包并不是最满的啊，懂得都懂啊。最满的是40包。但这个游戏很多人说，哎完，这怼一下就完事儿了啊，怼一下就暴击就重置了。但是跟大家伙儿讲一下，操作者呢是青石大神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跟大家伙儿说，之前我虽然说解说过啊，但是这是2024年最新的啊，所以说看看这个最新的玩法怎么个玩法啊？因为原版游戏呢，其实这个游戏无非就是上下左右加 AB。对吧？这个也就这么个情况，所以说玩的过程当中啊，也就这么个意思了啊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据这个之前的大神玩家里介绍呢，虽然整个游戏里面最弱的角色是这个白人啊，也就是这个主角杰克，但是呢，虽然说他叫杰克啊，他叫杰克啊，约翰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玩法五进之下呢啊，相反呢，他可能比这个女的啊，比这个妹子啊，比汉娜要稍微的简单一点啊。这里面呢，很多人说，如果要是说再加上进，怎么个进法呢？比如说，如果你要再加上一个进的话呢，如果你进跑行不行？进跑的话呢，是之前有人进跑玩过，但是呢，它只有进跑，它不进别的呀，对吧？或者说进跑加上一个另外的，反正呢，你5进了之后再进跑啊，这个就别闹了啊，这个就有点整不了了。很多人说禁闭。其实这个游戏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如果你说禁闭的话呢，那 AB 肯定就不能，对吧？就不能用了。所以说理论上来讲，你禁闭的话呢，也还好一些啊，对吧？哈，这个少算一个进，但是呢，咱们是按项目来进的啊。这就像那个三国战记5进，对吧？那你魔张飞没有气儿，它也是那个玩法，对吧？所以说魔张飞呢也是可以一命通关的啊。之前跟大家伙说过，魔张飞和白张飞是目前唯一人脑能够5进1命通关的。那之前大家伙也知道啊，这个小李仔嘛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这个其他角色啊，可能就不行了，因为张飞这个角色啊，这个攻击什么的都比较靠谱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攻击距离要卡一手，然后呢骗一骗暴击。这个骗暴击这个事儿啊，也是随机的啊。40暴击呢是在红血被打成红血状态下。或者说是你只要被打成红血，哪怕你已经红血了，只要不被打死啊，它就有几率啊，几率呢是1/32。虽然说这个几率听起来好像蛮低的啊，但是要说实在话，比这个中彩票要快多了啊，对吧？你中彩票，当然你说啥，我中个篮球行不行啊？那也咱不说啊，不说，反正1/32呢，说多不说，说少不少，至少咱骗个30啊，或者说是像这个咱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2A。大家伙都了解啊，可能默认一共7个档攻击啊，咱们说20默认是吧啊，然后2A 30什么的，然后40，比这个默认的这个攻击还弱的攻击也有啊，这个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。但是呢，其他有一些改版呢是还会多了更多的内存的暴击。它这个暴击呢，虽然说按理说数值越大的它的这个伤害越高，但它并不是这个按照数值来算的啊，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按照这个底层逻辑代码的一个算法。好，开始搓地板。其实这个白人啊，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用在哪儿呢？好，这里面为了骗红，骗打成红血啊，反正过关了之后呢，咱们就能这个满血嘛，对吧？骗一骗，万一出暴击了也挺好。这次玩呢没玩好啊，因为刚上来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被这个第一关的 BOSS 给锤了一下啊，以导致呢30暴击没有了。但是呢，有可能会因祸得福啊，比如说，
好，这一套招虽然说正常是死，但是明显啊，这个小兵的血量不高啊，他这个暴击没有啊，也就是说一般，所以说呢，该要骗爆的时候还是要骗一骗爆啊。好，这里面连续的被打，好，继续被打成红血有机会出这个40爆啊，当然出30爆的几率也有啊，只不过呢，你要是说不红血的话，40爆是没有的啊。来，一锤、2锤、3锤、4锤，好的啊，好像还是没有暴击的样子，直接吃就行了啊。这里面呢，咱们其实可以考虑开车直接把这个 BOSS 给撞死，没什么丢人的啊。不，因为咱们进这个游戏并没有说对吧，并没有说这个进这个车嘛，对吧啊？而且你进车是进不了的，你一定要开车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考虑开车不把 BOSS 撞死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所以说呢，既然都已经开车了，很多人说那不开车行不行？不开车呢，全程啊，这个你可能说要是40爆，然后呢，你可能要用那个这个麦斯，也就是肌肉男，然后打一打，对吧？你要不然你打得慢的话，时间不够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面呢撞几下之后呢，强行让自己这个掉下来，然后呢，由于没有血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也要稍微危险一点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好。通过跑位啊，打这个 BOSS， 首先他过来撞你，你也要躲一下。这里面呢，他并没有选择用这个，对吧？用这个正常的方式给他撞死啊。这里面挑战了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咱们现在这些大神玩家玩这个游戏都已经做梦的时候都，我感觉啊，他真的咱都不说一只手了，做梦都能把这游戏通关，真的。所以说啊，就比较简单啊，这个他随便玩，反正这个 BOSS 跟小兵基本打不到咱们。当然，咱们这个难度也是困难难度啊，并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什么简单难度、普通难度啊，是困难的。所以说也一定要大家伙理解这个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，仅仅用了7分钟啊，就已经打到了第4关啊，可见这个游戏玩得非常快。其实大伙了解啊，最后2关的时间是最长的啊，尤其是倒数第2关啊，很多游戏都是这么设计的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呢，有一些游戏也没有，你比如说《西游释厄传》，那该说不说，那肯定还是最后一关的这个游戏时间比较长，而且难度比较高。《三国战记》的话呢，也是啊，倒数第2关呢也稍微面一点啊。很多人说那有支线剧情，但你支线剧情呢，你可以跳过，比如说你前面走第3关啊，对吧？你走这个下路，那么倒数第2关基本上就没什么内容了，对吧？所以说《三国战记》还是一样。那这里面很多人说，那其他游戏呢比较熟的，比如说名将啊，名将的话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是倒数第2关可能稍微的这个难一点啊，对吧？最后一关反而呢，会打的人就感觉这个 BOSS 跟大傻子似的啊，就不用说了啊。不会打的时候，感觉这个 BOSS 更好恶心啊。不如那个会打的就觉得还是复制人恶心一点。这里面很多人说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他已经挨打了，为什么这个没挨揍啊？这里面这个跟大家伙讲啊，因为 AB 血杀呢是能造成无敌啊，这个血杀之后有一段时间无敌，这个大伙都了解。但是呢 ，AB 血杀之后呢，咱们还有一个路子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这个投技摔的时候我也是无敌的，啊，虽然说无敌时间持续的啊，不如这个最后啊不如这个血杀，但是还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边呢，它是小等了一下啊。按照这种情况下呢，咱们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，OK， 并没有什么别的啊。我感觉呢，很多人大伙都了解啊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有的游戏呢稍微等一下啊，这个是有一定的好处的，比如说摊分玩法啊，或者说是无论是风云再起还是119啊，都是要卡多一个兵。你像这里面呢，可能他也是有想法，或者说是啊，这个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，跟大家伙唠嗑了什么的啊。当然，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啊，肯定有说法。这里面我这个涉及到我的一点点知识盲区啊，所以说有懂的在弹幕里面给我发一下，或者在留言里给我发一下啊。好，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直接跳过来。这里面呢，很多人都了解，一般都是选择用这个一个雷扔到这儿，然后等到快炸了的时候呢，跳过去，或者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捡雷的时候就把雷扔出去，再捡回来，他再扔的话呢，就会迅速爆炸啊，这个都懂。小的时候选这个白人呢，我一般来讲啊，这个觉得呢，就是对新手来说最难的关卡呢，虽然说很多人说这关难，但是对于我童年来讲呢，这关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的那个下一关的那个变身那个小龙，先是马云，我们管它叫马云龙啊，长得像马云，然后又可以变成一条龙啊，叫马云龙。这个马云龙呢，我就有点打不了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你用那个黄帽啊，打不了，擎天手呢不合适。
但是你用这个的前 A 啊，就是哎，他就牛了，他感觉正好克那个龙啊，对吧？好，在他站起来要撇这个回旋镖的时候啊，可以跑到他身后，他有一个蓄力啊，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害怕，他蓄力的时候他不打你。好，这一刀很难受，搓过来，他已经只有1管血了，再搓。这个通过旋转跑位啊，好摔一下，利用这个旋转跑位。好，回身一摔，那卡起身就可以了啊，基本上已经无敌了。OK， 抓回来之后呢，一个下上 A。其实啊，大神玩这个游戏啊，大多数人玩这个游戏就是盼望自己呢少失误一点，或者有一些意外啊，这个有一些自己的走位导致这个小兵或者是 BOSS 突然就这么一下子，这个也没法说啊。所以说在各种理解上吧，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不失误，发挥正常，基本上想挑战的内容一般都能过。对吧？你像有的人玩那个什么《三国战记》单秒，那就有点恶心了，确实有点难的啊。他那种单秒呢，因为懂的都懂啊，确实是有点，这个匪夷所思了啊。这个就是每一个 BOSS 单秒的时候，基本上都能成，但是组合在一起，这连秒20个就有点恶心了。好，这里面放任不管，直接一打，然后胖子就跑了，把这个霸王龙弄过来。不过呢，只要过了地图之后呢，这些龙呢直接就会变成正常状态啊，就不会变成狂暴状态了。好，这哥们儿给他蹲坑，非常的惨啊！这个一打，然后箱子一炸，这哥们儿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啊，这非常的悲剧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看看这边呢，可以看出来啊，一般游戏呢不缺几个啊，比如说什么呢？比如说不缺这个小瘦猴子，不缺大胖子，不缺变异人，对吧？不缺这个。各种这个什么啊，比较拉风、比较帅的。但是这里面要跟大家伙说啊，这个要说这个女性角色呢，这个恐龙快打除了咱们选的汉娜，好像还有一个女的胖子之外啊，这真的是没有女的了啊。这里面也挺有意思。有什么游戏里面就无论是你选还是说这个打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女性？大家伙有没有印象啊？有没有印象？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像忍者棒球，忍者棒球咱该说不说，你叫的那个啦啦队，啊，她就是妹子，对吧？哎，你叫那个啦啦队，她就是妹子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再说什么圆桌骑士里面也有这个女的啊，女战士啊什么的，然后你可以救她啊，触发剧情，对吧？包括那个什么龙与地下城里面的最后的 BOSS， 她也是个女的，也是个红龙。啊，还有这个龙王战士也是啊，最后那个 BOSS 也是美女龙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最近我还看了个电影，叫《美女斗恶龙》，还不是叫什么的啊。虽然说呢，这个电影呢剧情比较傻逼，但画面呢还行啊，就是说对吧？啊，只是剧情太傻了。不过呢，可以当一个爽片来看啊。最后结局比较大快人心啊，我也不剧透了啊。有心情的大家伙可以去看看，但我建议看看电影解说就好了。当然有一些强迫症的也可以看原片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当一个爽片啊，就看就好了啊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图爽的哥们儿看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终于到了我说的这个关卡。这个关卡呢，在我这儿啊就非常的皮，每天这个老头要被打死无数次，游戏厅里面这个老头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，然后马云龙。这里面马云龙怎么说啊？回身一摔，1、2、3，再摔回来。可以看到啊，马云龙这个你在往回扔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背对着自己的，然后等一手卡住歪轴，哎，这一下没卡好，搓地板。小的时候打他都感觉好像就是一顿搓就行啊，我们就不选这个人，都选黄帽。好的，这起身压不住啊，直接就是有点着急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好，自己杀自己，但是好像不咋掉血。有小兵，慢慢抖，哎，有点着急，回身一摔，再搓啊，这回起身压得不错，搓死了之后呢，起身可以免费打一手。你看这不就是马云吗？你敢说他不是马云？这就是马云啊，马云变成龙，简称马云龙，对吧？云龙兄，云飞在此，对不对？好，反跑，然后卡歪轴，这是一定要掌握的啊。就感觉好像在 BOSS 面，对吧？在 BOSS 面前，咱们就像大傻子似的；在高手面前，这个 BOSS 就像大傻子似的啊，智商压制了。就好比在 BOSS 面前，咱们是幼儿园的；BOSS 在他们面前呢，在大神面前，他好像是学前班的，反正差不了多少啊。啊，由于咱们的伤害确实非常的低啊，这个没办法。
由于咱们各种禁啊，所以说呢，想保持住这个暴击很难，对吧？这个好不容易出暴击了再挨打，对吧？很多人说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说出了暴击不挨打？这个玩法也不挨打的有，因为呢你要了解一点啊，如果你有了4时暴击，相反呢你的这个攻击效果啊就比较快。啊，攻击力比较强，反而呢，就比如说正常你1分钟打死这个 BOSS， 对吧？但是有可能你40秒就打死了，反而降低了风险啊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OK， 那第一部啊，上一部的视频呢，暂时到这里就结束啊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期待下一集啊，连着播啊，因为有一些时长限制，希望大家伙儿能够理解。